易筋经、狂风刀法，有了这2门武功，应该是能够活下来了。虾仁，跟我走一遭吧。我要说不呢。哈哈，怎么，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要拿出来显摆吗？你是知道我实力的。快逃，快逃！你一直在伪装，17岁的9品巅峰，还有这般高深的刀法，哈哈哈哈哈！我认栽了，给我王勇个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我所向往的江湖。不过如今最打紧的还是想办法尽快逃出这一带。眼前这个正在逃命的少年叫萧虾仁，他是当地萧家的3少爷。就在几日前，大伯萧福生杀害了少年的父母，而虾仁在逃跑的过程中也挨了一刀。所幸濒死之际觉醒了杀敌豹经验系统，不仅恢复了生机，而且斩杀敌人就能得各项奖励，同时还获得新手大礼包易筋经、狂风刀法、百断刀和1000经验。宿主刚才击杀9品武者，爆出功法7品铁布衫+1，熟练度5。铁布衫又多了一份保命的功法，当真是天不亡我。而庙观中此时又来了一群人，这些人除了王勇，其余人都是一刀毙命。刀法娴熟，难道萧虾仁被人救了？这里都被那人故意破坏了痕迹，根本看不出是几个人交的手。这几个仆人才死了不到1炷香时间，他们绝对没跑远，将所有猎狗都调过来给我追。萧虾仁可是公子亲自点名要杀的，若是放跑了，后果你们清楚。是，我立即让我萧家的人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此时虾仁已经在山中奔逃了1个多时辰，就算他现在是一名9品武者，也有些顶不住了。而就在此时，一般猎人打猎可不会选择傍晚，恐怕是追兵到了。小溪边上的草丛被拨开，一行人出现在小溪边上。林少侠，狗身还是温的，他们还没逃远，继续给我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里这么大，只要逃过前面几天，就是海阔凭鱼跃了。一个苍元剑宗外门弟子，还没有调动附近家族的人，将整个落霞山都封锁的能量。而且有系统在手，1年半载之后，萧家应该不算什么。至于苍元剑宗，等实力足够，定要他100倍偿还。快点，刚才已经看见那小子身影了。不行，还得再往山谷深处走一些。虾仁还是低估了他们的追踪手段，一连3天，他已经数次被追上，好在没有什么高手，非但没抓住虾仁，反而成了他的经验包。虾仁就这样扛着40米大刀狼狈地跑了一路，也酷酷砍了一路。再一次摆脱敌人后，虾仁低头看着已经砍到卷边的百断刀，和树下追他的刀客一时间陷入了沉思。现在我基本上是处于他们的包围圈之中了。系统，所有经验值全部加点到铁布衫。随着虾仁话落，一股股暖流瞬间涌入体内。提升结束，宿主萧虾仁，年龄17，修为9品巅峰，武功易筋经5%，狂风刀法50%，铁布衫55%。现在围杀的队伍之中，高手越来越多。若是真的等到萧福生来了，我是真走不掉了。如今只有殊死一搏，方有一线生机。找准一个方向，拼了！追踪了这几日，之前还能在沿路发现很多痕迹，但现在痕迹已经越来越少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追丢了。而且只有1个人的痕迹，你们确定萧虾仁是个没有入品的废物？萧虾仁之前确实是没有入品的，这点整个乐春县无人不知。不过还请林少侠放心，如今咱们的封锁线已经越来越小，萧虾仁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哼，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掉以轻心，若是此次行动失败了，公子的怒火你们萧家是承受不住的。林少侠说的是陈管家那边传来的。三少爷，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对你出手是家主的意思，你饶了我。呵呵，大白天说梦话不好玩。求求你别杀我，我与你父亲情同手足，按情分我是你的长辈。你怎么有脸说与我父亲情同手足？想当年，若不是我父亲可怜，你就要冻死，饿死在我萧家的门口。这些年来，我父亲对你如同亲生兄弟，可是你呢？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今日我便用你的血祭奠父亲的在天之灵。萧虾仁，可算找到你了。林少侠救我！就是你这个狗卵子，要杀我吧？原来是9品巅峰，如此年轻的9品巅峰，真是可惜了。小子，怪就怪在你得罪错人了。屁话真多，给我死！长
萧虾人，别挣扎了！想让老子死，老子也不让你好过！我命由我不由天！林海本以为面对虾人8品初期的自己有绝对的优势，远没想过只有9品巅峰的虾人竟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而且越往后打自己反而越吃力。他不知道的是，虾人有着易筋经这种最顶尖的内功，其内力远远不是他能比及的。今日之后便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我行了。苍元剑宗萧家给爷等着！萧福生看着碎了一地的尸体，目眦欲裂。本以为林海亲自出手除掉他那侄子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现在身为苍元剑宗外门弟子的林海竟然死在了这里。该死，该死！林少侠怎么会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家主，是萧虾人杀了林少侠。林少侠绝对不能死在我萧家手中，哪怕是这个萧虾人也不行。将林少侠的尸体带下山，我亲自去一趟长河帮，你带人继续搜，发现萧虾人的踪迹，焰火为信。是家主。为了讨好苍元剑宗那位，我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难道要功亏一篑了吗？林海不但是苍元剑宗外门弟子，也是长河帮大长老林天彤的亲孙儿。他虽然不惧长河帮，但也不愿意得罪林天彤，而且长河帮背后还有一个三江盟，所以萧福生准备亲自去和林大长老解释。而虾人此刻已经完全逃出落霞山，来到了一处隐蔽的丛林，终于摆脱追兵了。虽说只是暂时的，但最起码能缓口气了。宿主方才击杀8品武者，奖励金丝甲1件，可抵消6品以下武者3成功力，是否领取？领取。有了这金丝甲，就不必急于提升铁布衫了。系统消耗1000经验值，提升1金经。随着虾人话落，丹田之中一股暖流涌现，朝着4肢百骸涌去。一刹那，12正经之中的一条就被打通了。8品初期到了。然而这还没完，又一条经脉被打，紧接着是第3条。提升结束，宿主萧虾人8品初期，易筋经熟练度6%，剩余540经验值。易筋经真不愧是最顶尖的内功心法，1000经验值竟然只能提升1点熟练度。系统剩余经验全部提升狂风刀法。提升完毕，狂风刀法熟练度75%。在笑傲之中，田伯光能凭借这一手刀法应对江湖上8成高手，不是没有道理的。如今的我3招之内便可以击杀林海，不过林海好像也是受他人之命前来杀我的，此地不宜久留。虾人奔走了1个时辰，终于在天黑前来到了码头。好俊的功夫，这船是去东江郡的吧？是的，少侠请。开船，开船。船舱内，可看出方才那少年的身份了，是不是长河帮的人？就刚才他上传的那一手功夫，至少也是个9品巅峰，甚至是8品，身份肯定不简单。这么年轻的8品初期，整个长河帮也就3、4个，我都有印象，其中肯定没有外面那小子。不是便好，只要出了3水郡，就会有12连环物的英雄接应，到时候就算是长河帮也奈何不了我们。该死的长河帮，要不是长河帮步步紧逼，想要吞并我王家，我爹怎么会铤而走险和12连环物合作？如今害得我家破人亡，日后我一定要长河帮好看。现在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就算去了12连环物，难道12连环物还会替咱们杀上长河帮？要知道长河帮背后可是站着三江盟，那可是雄霸整个3水郡的庞然大物。听说了没？小虾人和他大扫苟且被小二爷发现，恼羞成怒下杀了小二爷。据说现在萧家和长河帮都还在落下山上搜寻那小虾人的行踪。该死，这个小虾人真是畜生啊，竟然对自己的亲爹下手。不过萧家出事和长河帮有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要找萧虾人？知不道，不过听说俺们县里也有长河帮的在找小虾人。而此刻，一艘艘小舟正朝着他们这艘大船围了过来，小船之上站着一个个精壮的长河帮帮众。刚才那几艘船都不是，应该就是这艘了，给老子围上去！有快船靠近，不对，看那旗号是长河帮的船。看样子长河帮是冲着我们的船来的。快去通知屋内的乘客，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吧。诸位客官，长河帮的船正在往我们这边靠近，大家自求多福吧。长河帮在这附近的名气很响，寻常百姓畏之如虎。如今听到长河帮冲着他们前来，
顿时胆寒。快藏起来！这些人可都是些虾仁不眨眼的盲流子。对，藏起来，运气好不被抓到，说不定就逃过一劫。下辈子说话注意点，长河帮真是阴魂不散。不过除非他们帮主亲自前来，不然以我现在的武功，他们应该是奈何不了我。一会先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少爷，长河帮的人来了，一会打起来你快走。若是一会能遇到方才那少年，想办法让他施以援手，那样你活下来的机会能大一些。邓勇，你是知道我的，我王天福绝不会抛下自己人独自逃命的。别废话了，少爷，一会来不及了。听说这次追咱们当中还有勾魂手陈元，他是8品巅峰，我没把握挡住他。王天福闻言顿时脸色惨白，陈元的名号他也听说过，此人出手狠辣，喜欢折磨人，落在他手里的人想留下一具全尸都困难。那你多保重。王天福，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啊？这种程度的易容就想蒙混过关，是不是太小看老子了？白天你传出假消息，说要从落霞山逃走，幸好老子留了一个心眼。少爷，快走！而就在两人交手之际，王天福余光扫到了站在甲板上的虾人，此刻的他如同看见救命稻草一般，疯狂地朝着虾人的方向奔去。少侠救我，我给你2000两银票。如今长河帮不少人马把这里包围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行离开为好。而就在虾人离开之际，勾魂手陈元和2位长河帮8品高手也追了过来。少侠好功夫啊，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你怎么就走了？还是被认出来了吗？我不明白，长河帮和萧家的关系一般，何必要趟这趟浑水？哼！萧家人，你杀父妻嫂，我长河帮要为民除害。杀了他，将他带回去给萧家处置。呵呵，你长河帮什么时候也干起这惩恶扬善的勾当了？无父已死，是非对错我已无心辩解，今日就拿你们几个收点利息。李晶晶，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多亏有一金经这种绝世神功，不然我自己还真不好搞定3位8品高手。如今虽然逃出落霞山，但危险依旧还在。不管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经验值兑换武功再说。而另一边，苍蓝剑宗一位内门弟子柳俊来到了长河帮。虽然柳俊只是7品中期，但身为6品高手的长河帮帮主孙长河还是亲自迎接。李是说，那萧家人逃去了东江郡，已经找不到了。柳俊此时脸色阴沉如水，死死盯着孙长河。昨日我长河帮的人在沅江之中搜寻王天福的时候，恰巧遇到了萧家人，本来是想将萧家人拿下来的，但我长河帮3个8品，包括8品巅峰的陈元，都死在了那小子手中。根据昨日去了沅江的帮众所说，那萧家人不但刀法极快，还有铁布衫傍身，陈元的钩子都破不开他的防御。说完，孙长河突然眼神不善地看向萧福生。萧家人才17岁，就已经是8品了，而且还能击杀8品巅峰，或许他的刀法都已经踏入了举重若轻之境。你萧家有如此麒麟儿，我却从来没听说过。萧家主不会是有意庇护吧？闻言，萧福生脸色微变。我二弟都是我亲手所杀，我又怎么会保护萧家人？应该是我那二弟有意隐瞒了，他们父子恐怕早就对我有所防备了。呵呵，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兄弟用命演的一场戏？哼，我还说是你长河帮的人无能，让萧别离逃走了呢。你无能，够了！那萧家人是卓师兄要杀的人，要是办砸了，我们都逃不了好。既然去了东江郡，那就去东江郡找。东江郡那边是12连环雾的地盘，我三江盟和12连环雾现在关系紧张，若是贸然过去，恐怕12连环雾那边会有所动作。就在此时，长河帮大长老林天统走了进来。我去吧。虽然12连环雾在东江郡势力很大，但也不是一手遮天。正好我和东江郡白云山庄3庄主有些交情，那萧家人杀了我孙儿，这个仇我必须报。孙长河，你找几个靠谱的高手，我和林前辈一起过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另一边的虾人此时正在将经验值兑换各种功法，随着易筋经熟练度达到 8%， 境界也从8品初期到达了8品后期。领取易容面具，易容面具已领取。有了这易容面具，再换个名字，普天之下谁还能找得到我？接下来只要想办法多杀一点人就好了。历经数日奔波，虾人终于来到了东江郡。这入了城，反而束手束脚的，城中戒备森严，而且各方势力盘根交错，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杀人啊？虾人郁闷的在街上走着，此时的他急需经验，奈何一时间却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直到深夜，虾人溜达到了镇武堂门口。
我怎么把这个组织给忘了？这里经常会有一些抓捕通缉犯的任务发布出来，这些人都是些罪恶滔天之人，充当我的经验包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还有赏银拿，完全是为我量身打造。当初大前太祖乃是一品之上的陆地神仙，威震大前24州。而在大前历朝之后，前太祖设镇武堂，监察江湖。因为有些通缉犯的行踪很难掌握，而镇武堂精力有限，才会形成这种制度。敢问少侠尊姓大名？加问。你看看这些任务，你打算接哪一个？全部接了。少侠，我看你如此年轻，便有8品初期的修为，在咱们这小地方也算得上是天赋异禀之辈，莫不可因为一时气成，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啊！那就不劳阁下操心了，不气盛能叫年轻人吗？你只需要告诉我，一般这些通缉犯的行踪怎么掌握便好。以往来接任务的都会去香山阁购买消息，就在咱们城东，少侠自便吧。多谢。还有一件事想请教阁下。少侠请说。信息费报销吗？不报。多谢，告辞。好俊俏的轻功，多好的苗子，可惜了，锋芒毕露可不是件好事。次日，虾人看着画像中人眼神迷离，仿佛像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般。第一个就从你开始吧。说罢，虾人兴奋地向着江山阁走去。但从江山阁买完情报后的虾人心情似乎并不怎么美。马买批，这含龙赏银才给80两银子，信息费就花了小爷200两。造孽！不对，一般像这种凶徒身上应该都有不少银两，到时候把他们洗劫一空，反而还能赚不少。加某想留的人还不曾失手过。小子，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非要盯着我不放？呵呵，写徒手竟然也会跟别人讲道理，加某今日算开了眼界了。小子，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这种水平也敢学别人当捉刀人？是吗？哟，是虾少侠回来。诺，这是写徒手的西瓜。少侠，你这抓通缉犯的速度比那些干了多年的神捕还快了。朱寿略带恐惧地看着眼前这个少年，7天之内他已经来了8次了，有一次还是带着3个通缉犯的西瓜，这意味着少年7天内已经杀了10个人了。少侠武艺着实令在下佩服，如今少侠接的任务中只剩辣手采花一人了，不过此人行踪隐匿，且售卖情报的江山阁不知什么原因暂停营业一段时间，只怕少侠是不好寻找他的行踪了。没事，我可以上网查。好了，我去后院领这次的赏银，朱老哥等我好消息吧。少侠慢走。看着少年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朱寿这才回过思绪。这少年如此年轻，但身上的杀伐之气竟然丝毫不输于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而且武学天赋又恐怖如斯，日后必能在这武林之中有一席之地。只希望不要误入歧途，否则江湖上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客官，打尖还是住店？我们客栈还有几间上房，还有今天一早猎人送来的野猪，还有2腿肉，1斤野猪肉，2个小菜，1壶酒，再给我开间房，给马也喂喂。得嘞，客官，您里面请。客官，您的菜齐了，您慢用。已经快半个月没吃过像样的饭菜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仗剑天涯，快意恩仇，这该是多少人羡慕的少年生活。只可惜如今的我身负血海深仇，还不是享乐的时候。听说没有，白云山庄那边最近好像在找一个叫小虾人的年轻人。听说了，好像只要提供消息就赏银100两，若是能逮住那小虾人，赏银2000两呢。不过据说那小虾人应该是个8品武者，咱们这种小角色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果然，长河帮和萧家还是没有放弃追杀我，只是2000两银子买我的命，还真是舍得啊。小二，客官您吩咐，带我去房间吧，余下的银两全当赏给你了。谢谢我的爷，您跟我来。这小二好不简单，竟有如此敏捷的身手。而白云山庄内，柳俊和3庄主周仓相对而坐。柳少侠，这些就是这段时间突然出现在东将军，擅长刀法且8品境的年轻武者，但是并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柳俊此时看着这些画像，心情万分郁闷。可恶的萧虾人，你到底躲在哪里？我怀疑此人现在应该躲在什么深山老林之中。若真如此，莫说我白云山庄，就算是苍羽派和12连环巫都来帮忙，也未必找得到。
我也知道在整个东江郡想找到萧家人实在困难，但此事关乎卓师兄，我实在不敢怠慢。柳公子口中所说之人，莫非是苍元剑宗位列龙虎榜第7位的亲传弟子，人称四方剑的卓青云？正是，所以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只要能上龙虎榜，未来就有机会踏入四品宗师境的。而整个东江郡都没有一位四品宗师。一念至此，周昌也不再犹豫。那柳少侠希望我怎么做？那就劳烦三庄主将这画像中人全部带回来，待我一一确认。如果没有萧家人，到时再将他们放了也不迟。这样的话人太多了，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风波，不如就将其中身高体型还有年龄都差不多的带回来。既然如此，那就依三庄主的意思，不过动静尽量要大一点，不然我不好向卓师兄交代。次日，镇武堂的人早早的便把萧家人请来议事。虾少侠叨扰了，这次请少侠前来，是有一件事想请虾少侠帮忙。镇武堂家大业大，有什么事还需要我帮忙？不知少侠可听说过天狼寨？天狼寨略有耳闻，怎么？难道天狼寨劫了镇武堂的东西？我镇武堂虽然没什么高手在东江郡，但天狼寨也没那个胆子。这一次是劫了马家，还杀了马家大公子，而我与马家家主是故交，所以他找到我头上，希望我帮他找几个靠谱的人。传闻天狼寨有6品高手坐镇，我恐怕无能为力。不需要少侠你对付胡雄，马明峰自己是7品巅峰，另外又请了一位6品高手，我们只需要对付其他人就行。但是这么多年，天狼寨无恶不作，却一直没被剿灭，我怀疑背后肯定还有股神秘势力给他撑腰。这个少侠也无需多虑，此次是我镇武堂带头，若真出了什么事，我镇武堂在前面顶着。而且马明峰出的价格超出正常的2倍，7品高手出手这一次给500两银子。7品高手正常冒险出手一次的价格在200-300两，这确实算是溢价了。而且自己也急需经验提升等级，还无需承担什么风险。这么看倒是个不错的兼职。什么时候动手？就在今晚，我已经为马家联系7个人，少侠是最后一个。若少侠不愿意去，还请不要传出去。我去。江山阁的情报一次就需要200两，身上的银子这几日购买情报快花的差不多了。朱寿闻言脸上带着莫名之色，人家在镇武堂完成悬赏都是为了赚钱，只有这位少年每完成1单悬赏都会赔120两，赔钱也要行侠仗义，朱某敬佩。等此事过去，我去给上边申请一下，尽量帮少侠把赏银提高一些。如此的话，便多谢朱老哥了。你身怀易筋经，手握屠龙刀，不想着称霸武林，反而甘愿成为一名捉刀人。随着死在你手下的恶人越来越多，江湖上流传起你的故事，世人称你为武林阎罗，正的发喜。殊不知你最大的心愿却是想要覆灭自己宗族的满族，只因你的未婚妻傍上了剑宗天台，大伯为讨好剑宗杀害了你父母，各方势力也对你展开追杀。就在你濒死之际，觉醒杀敌豹经验系统成功逃脱，只要不断斩杀敌人，就能无限获得功法经验。而此时你因为悬赏任务，正跟着一群捉刀人来到了天狼寨外围。诸位英雄，这外围定然有不少天狼寨的暗哨，不知哪位英雄前去开路，我等后边也方便行事。马明风话落后，并没有人响应，毕竟独自行动危险极大，谁也不愿做这出头鸟。而此刻虾人却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此番前来，银子不银子的倒在其次，主要是为了能多积攒些经验。如今我随时有被发现的危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管了，富贵险中求。我去吧。好，少侠多加小心，我等紧随其后。快跟上，夏少侠已经把这周围的眼睛摘了。好像有人闯山寨，快放箭！妈了个巴子，放箭，给老子射死他们！你看过云淡淡就曾不好，一人自杀说，快去通知大帮家的。马明峰，你可算来了，老子等你好久了。那少年竟有如此绝顶的刀法，当真只有10几岁吗？张前辈，一会那胡雄就交给你了。放心，一个胡雄我还没放在眼里。如此便多谢前辈了。铁狼寨，今日我要让你们所有人对我儿子陪葬。一个小小的7品巅峰也敢随便放屁！胡雄，你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哟，我当时谁呢？原来是你这老不死的！
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有勇气来闯我这天龙寨？胡雄，休要逞口舌之力！今日老夫便灭了你，顺便毁了你这天狼寨！猖狂！刚才那就是六品武者的力量吗？怪不得都说内力化为真气是质的飞跃。还是太低估六品武者的武力了，如今已经获取了不少经验，先找个隐蔽的地方提升一波。系统查看经验，宿主萧虾仁剩余经验3360，全部提升1斤精。随着虾仁化落，一股醇厚的真气从丹田之中涌出，一瞬间阳为脉和阴为脉就被灌堵。7品中期到了，提升完毕。宿主萧虾仁1斤精15%。是你，为何对我下手？小子，有2把刷子，倒是我眼拙了。我也没什么坏心思，不过是之前见你在东江郡出手阔绰，就想着杀了你多搞点银子花花罢了。只是没想到你有点东西，告辞。谢谢了，善财童子。虾仁在这名捉刀人身上一阵摸索，最终摸出300两银票。而就在此时，不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暴喝：“该死！这是一个县三江盟的胡绝仙在。”是朱老哥的声音，三江盟胡绝仙，难不成又是一名6品高手？虾兄弟，太好了，你竟然还活着！朱老哥，怎么回事？看样子天狼寨应该是投靠了三江盟，那胡绝仙便是三江盟的人，看样子是来给天狼寨帮场子的。那胡绝仙也是6品武者吗？那老贼不只是6品武者那么简单，他是6品巅峰，而且有了胡绝仙的加入，张前辈怕是凶多吉少了。诸位兄弟，如今之计唯有咱们分开逃命，不然谁也活不了。闻言，众人脸上一片惊慌，随后便纷纷拼尽全力施展轻功离去，毕竟谁也不想把小命给交代了。而另一边，由于胡绝仙的加入，张仲双拳难敌4手，最终饮恨西北。胡长老，我已令我山寨中的2当家、3当家亲自带队去追那些逃走的捉刀人了，那2位都是7品巅峰，想来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如此最好。今日老夫本是受盟主之意前来通知你，假意投靠12连环雾，然后等到我三江盟与12连环雾交手之际，来个里应外合。若是今日有人逃出去，定会让整个东江郡知晓咱们的勾当。我实在是没想到马明峰竟然能请动魂元首张仲，这才导致事态发展出乎了我的预料。我现在亲自去追那些逃走的人也罢，木已成舟，老夫随你一起。二哥，他身上好像有一件极品内甲。不错，一会儿杀了他，内甲归你，这小子手上的那把刀归我。成交。畜生，你搞偷袭！我日特得，竟然还是个横练高手。谁在乎谁就成结果，一生有我自己放飞沙，再拜把流就繁华。13太保，不错不错，又是一门横练功法，若是日后大成，和我的铁布衫搭配，岂不直接防御拉满？不过那系统给的这红袖刀是什么玩意？听名字就不霸气。虾少侠，你还活着？朱老哥，你这打招呼的方式还真是特别。呵呵，虾少侠莫怪，老哥是个粗人，不怎么会说话。不过你怎么只剩条裤衩子了？我后边又遇上了天狼寨的2当家、3当家，一时不慎被偷袭了。不过好在我练过几招铁布衫。那2人可都是7品巅峰，虾少侠你怎么逃出来的？我把他们俩宰了。闻言，朱寿和旁边这位捉刀人皆是一脸震撼，能杀死2位7品巅峰，足以说明眼前这位少年已经有了接近6品初期的武力。虾少侠的武艺让老哥着实佩服。其他人呢？其余人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没想到天狼寨竟然和三江盟勾结在一起。此次是我害了诸位，日后若是镇武堂有什么好做的悬赏，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2位。朱兄，此事也不能怪你，谁也料想不到三江盟竟然会插上一脚。是啊，朱老哥，我们进城吧，这是东江郡，料想三江盟也不敢在这里乱来。一炷香后，胡绝仙和胡雄来到了虾仁击杀2、3当家的丛林之中。这2人是死于一名横练高手手中，身上没有任何外伤，但是5脏6腑已经全部破碎了。这次逃出去多少人？目前看逃出去了3个人。这天狼寨是不能待了。该死的马明凤，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便带着人随我回临水郡吧。既然你选择加入三江盟，盟主必然不会亏待你的。胡雄微微叹气，事到如今他已经没得选了，若是继续留在东江郡，唯有死路一条。只是今日损失惨重，即使入了三江盟，地位也要比他预想的低上不少。虾仁花了2日时间在城中租下了一处院落，虽然不大，但环境不错，且租金便宜，1年只需20两。第3日，虾仁去江山阁购买了一些东江郡最近的情报，得知了白云山庄最近正在秘密抓捕外郡来的年轻高手。而在虾仁从江山阁离开不久，便察觉身后有人跟着，顿时心里有了一丝危机感。难不成是白云山庄的人？这么快就怀疑上我了？一路上虾仁时刻警惕，但直到虾仁走到自己小院时，依旧没等到那人出手。而小院门口，朱寿正和一名看似镖局的人在门口等他。虾少侠，你可算回来了，我和这位兄弟在这等了你快2个时辰了。朱老哥有什么话进来说吧。虾少侠，这位是微信镖局的镖头刘大力。久仰少侠大名，今日一见，方知英雄出少年。倒也不用客套，有什么事不妨明说。哈哈哈，痛快！这次前来是想让虾少侠帮忙走一趟镖。走镖？据我所知，微信镖局是这东江郡最大的镖局了，还需要我护送？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东江郡不太平，12连环务和三江盟已经打出了真火，这才想着请少侠加入也好多份保障。当然了，不会让少侠白帮忙的。这是50两银子，还望少侠莫要见外。都是江湖儿女，说什么银子不银子的。少侠万万不可，这是在下的一点。一点什么？一点心意。不用那么见外，朱老哥不是外人，他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这个忙虾某帮了。快跟上，虾人就在前面庙里。哈哈哈！丢手，一个不留。诸位，我乃微信镖局刘大力。不战胜门口，关不关万事深秋，就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有无数，爱情爱更长地久，要到死时温柔。谁在乎谁主成就？说谁让你们来的？你若饶我一命，我便告诉你。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横竖都是一死，永远别想知道。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来，我便饶你不死。此话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快说，别挑战我的耐性。是白云山庄的三庄主安排我过来的。还是被白云山庄盯上了吗？好汉，我已经告诉你了，快放了我！君子一言，和我虾某有什么关系？斩草不除根，不符合虾某的风格。而另一边的白云山庄内，三庄主，收手吧，柳少侠！为了寻找那枭虾人，如今咱们已经弄出来7、8条人命了，再如此下去，庄主那边我也不好交代。况且刚才传来的信息你也听到了，狗仔岭的董地保失手了。可是三庄主，据现在的情报，已经确定那虾问便是枭虾人了。若是此时放弃，那你前期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吗？做事做一旦卓师兄也不会念着你的好。我也不想之前的辛苦打了水漂，奈何我毕竟不是白云山庄的主人，我实在是兜不住了，还请柳少侠另寻他法吧。闻言，柳俊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毕竟这段时日三庄主周仓确实尽力了。也罢，如此便不为难三庄主了，我自去长河帮走一趟。不过还请三庄主放心，卓师兄那边我肯定会尽力帮三庄主说话的。如此便多谢柳少侠了。而破庙内，微信镖局刚才出去寻找干柴的镖师和这趟镖的委托人钱掌柜，此时都来到了庙观。多谢虾少侠，今日若非虾少侠在此，怕是凶多吉少了。看着感激涕零的刘大力，虾人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毕竟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帮人是冲着他来的。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点江湖道义，虾某还是有的。少侠，这为首之人是狗子岭的董地保，平日习惯装扮成官府的样子，劫掠附近的商贾。不过方才听他说是受白云山庄的命令，依我看，咱们最好尽早离开此地，不然怕是会有大麻烦。好。一路上钱掌柜的心始终悬着，虽然此次货物没有受损，但每当他想到此事背后是白云山庄，便头痛不已。刘镖头，这趟赚了钱，日后我还是要回东江郡呢。白云山庄那边，钱掌柜你放心，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朝廷有朝廷的制度，你们商会不是江湖势力，白云山庄若是对你们下手，
镇武堂那边会出手的。况且此次那白云山庄明显是冲着我们镖局来的，所以钱掌柜不必担心日后会报复于你。听到刘大力这样说，钱掌柜紧绷的情绪方才缓解了几分。不过他白云山庄在东江郡也不是一手遮天，我微信镖局2位总镖头实力不凡，且和12连环坞的区长老关系莫逆，日后若是报复夏少侠，尽可来我微信镖局安身。那便多谢刘镖头了，只是不知为何此番出镖还带着一位女子。那是我们总镖头的女儿，这次非吵着出来玩玩，怎么夏少侠莫不是看上了我家大小姐？那倒没有，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经过一夜的奔波，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小镇，在镇上随意找了一家客栈落脚歇息。而虾仁回到客房后，直接将近期的经验全部兑换了功。此时的他已经突破到了7品巅峰。乐春县，我又回来了。爹娘，孩儿马上就能杀了萧福生，为你们报仇了。不，是先讨点利息，凡是与这件事有关的人，一个都跑不掉。数日后，一行人终于到达乐春县。钱掌柜交接完货物，便带着一行人去了翠红楼饮酒作乐。此次行程远比我想的更加危险，多亏几位鼎力相助。钱掌柜客气了，这本就是我们镖局分内之事。只是钱掌柜，听说最近查的严，你这丝绸生意怕是不好做啊。无妨，钱某有一远房亲戚在京城，他姓何。难道是？不可说。来，诸位兄弟，咱们喝酒，一会钱某还有安排。趁着众人饮酒之际，虾仁悄悄地离开了翠华楼。这么多日过去了，你说那小畜生能躲到哪里去呢？那是你萧福生的亲侄子，你都不知道，我上哪里知道？苍元剑宗那边又开始施压了，师兄帮我想想办法，尽快找到那个小畜生。不用找了，我来了。杀父之仇，今日该了断了。大伯，你这是要去哪？没想到你这废物的命还真硬啊！当初被我打成重伤，竟然还能从追杀中活下来。托你的福，不仅没死，还获得了一些机缘。先前便说过，今日这萧家无论人畜都得死。哼，我承认你很强，但若是我燃烧生命冲开死穴，今日你也落不得好。刹那间，一股超越7品巅峰强者的气息从萧福生身上陡然爆发。亲爱的大侄子，去下面陪你父亲吧，我萧家的一切还是我儿子的。聒噪！将往后奔跑更外是着就见就爱他的这外将身份乱有无休爱应变长宇宙飘逸啊似水为友谁主春秋一身入外何惧风飞被翻了没想到你这废物竟然也能有今日。不过，纵然你如今武艺高强，又能如何？你的父母不还是被我杀了？所以说，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至亲的感受。希望接下来你还能笑得出来。儿子，爹，救我！我不想死。我亲爱的大伯，你可看仔细了？不要！儿子，畜生！那是你的亲堂哥，你还有人性吗？家某此生最恨双标之人。别挣扎了，你全身经脉已经尽数被我打断，如今的你即使想要自尽都不可能，且这密事只有我和父亲2人知晓，你不要妄想会有人过来救你。好好享受成为废物的感觉吧，明日我就要用你的人头祭奠父亲的在天之灵了。而仅仅半炷香时间，虾仁屠灭萧氏一族满门的消息就传到了长河帮。大长老林天童看着手中的书信，激动的手不停的颤抖。帮主，消息可靠吗？应该错不了，这江湖省情报网除却天机阁，便属柳家了。柳少侠要我们立刻集结人手，在整个乐春县搜索萧下人，务必不能再让他逃掉。好，老天有眼，没想到这小畜生竟然还敢回乐春县。孙儿，你可以安息了，爷爷马上就为你报仇了。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快出发吧。林长老稍安勿躁，我知道你如今得知那萧家人的行踪，报仇心切。不过那狼崽子既然能在一夜间屠灭萧家满门，说明他的武力最少是7品巅峰，而且心性极为狠辣，贸然出手只怕会打草惊蛇。依我看，咱们还是多召集一点人手稳妥些。如此便按帮主的意思办吧。放心，你孙儿的仇肯定会为你报的。而且柳家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组织，将萧家人杀了自己家族满门的消息传播了出去。这次他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到时候就算咱们不杀他，也会有自诩正道君子的迂腐之人去杀他。说起来，咱们这次也算是干了一把惩恶扬善的勾当。若是此次能活捉那小畜生就更好了，老夫定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虾人回来后发现客栈已经打烊了，无奈之下只能翻窗进入客房。小姐你哪位？这里是我的房间。哎呀，我还以为是个糟老头呢，没想到还是个英俊潇洒的少年郎。看来今晚本姑娘要彩丝双收了。什么情况？这姑娘脑袋怕是有什么大病吧？是钱掌柜的安排小女子今晚服侍少爷就寝，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哦，原来是店里的情绪工作者。不过虾某不好女色，还请姑娘出去，不然休怪在下手下无情了。真是个倔强的小西瓜，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欲拒还迎的样子。来吧，少爷，不需要你手下留情，更不用怜惜小女子。这可是你说的。第二日一大早，客栈还没有开门营业的时候，虾人便翻窗出来了。今日他要去祭拜自己的父亲。杀了我！放心，今日你必死，只不过我要你换个地方死。我终于把咱们全家杀完了，房子也烧了，如今咱们家族就只剩下大伯一个人，我也给你带过来了。现在我把他也给你寄过去。我们的恩怨了结了。下一个长河帮。虾少侠，你这大清早的怎么就出门了？赶快收拾一下，咱们该回去了。不了，刘镖头，我在这乐春县还有些恩怨没有了结。虾少侠，我看你如今应该正值落难之际，万事不可冲动啊。是啊，少侠，君子厚德载物，更何况冤冤相报何时能了？闯荡江湖，还是不要给自己树敌太多为好。多谢诸位良言相劝，不过虾某认定的事绝不会动摇。更何况虾某从不屑自诩什么正人君子，虾某只知道，若是连恩怨都不能分明，枉费这7尺男儿之躯，来世间走上一遭。所以谁惹了虾某，虾某便一定要他死。江湖路远，山高水长，诸位后会有期。若是没感觉错的话，方才那人应该是个6品强者。这小小的乐春县，偶遇一个6品武者的概率可不是很高，莫非也是冲着我来的？小二上酒，来了，客官。客官您慢用。钱掌柜，你说一下少侠的武艺，在这小小的乐春县能和谁有恩怨啊？这还用想吗？乐春县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长河帮了。看样子虾少侠和那长河帮的梁子还不小，这次铁定是去长河帮跟他们拼命去了。虾少侠已经因为咱们得罪了白云山庄，如今若是再因为与长河帮的恩怨开罪三江盟的话，真不知道日后虾少侠怎么在这蛮州混下去。这趟若非虾少侠的加入，咱们一行人怕是都遭了那董地保的毒手。钱某虽是一介商贾，但也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日后虾少侠若真是遇见了什么难事，钱某肯定会尽力帮一下的。我微信镖局一样。这些人说的，若非是刚才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被刀少年，看来这趟行程我不孤单了。与众人分道扬镳后，虾人并没有急着前往长河帮，而是来到了城外一处密林中，把近日积攒的经验全部兑换的一晶晶，一股股精纯至极的内力朝着虾人的4肢百骸涌去，不断冲击着任督二脉。终于，任脉被打通，6品初期到了。好充沛的内力，这就是6品武者的力量吗？怪不得都说6品境界是绝大多数武者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而且任督二脉中的任脉已被打通，如今的我也算得上一方高手了。虾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他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
虽然刚刚踏入6品，却在易筋经的加持下武力丝毫不输5品武者。而方才与虾仁擦肩而过的白衣人，此时已经来到了长河帮外围。难道刚才客栈里的2人说的不是那被刀少年？还是说那少年的目标不是长河帮？而另一边的长河帮内，此时的帮主孙长河以及大长老林天统已经集结了长河帮所有8品以上的帮众，准备封锁乐春县，抓捕萧虾仁。正当孙长河准备下令出发时，突然寨子外传来一声暴喝：“我萧虾仁今日前来屠灭长河帮！”哈哈哈哈！这小畜生竟然敢自投罗网，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知死活！萧虾仁，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若是你隐姓埋名的躲在哪个小村庄，说不定还能苟延残喘的过完这窝囊的一生。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竟敢只身闯我长河帮！于我眼中，你长河帮不过是一群插标卖首之辈罢了。狂妄！带老夫下去拿他，正好为我孙儿报仇。这小畜生还不值得干爹亲自出手，我去把他收拾了便是。也好，不过这小子邪门的很，你多加小心。放心吧，干爹，我如今也是6品武者，同阶之内我无敌。小子，按你的年龄来说，也算得上个武道天才了，不过在我面前还是不够。一群土鸡瓦狗的将死之人也敢嘤嘤狂吠，今日我萧虾仁便让你这长河帮在乐春县抹去！干爹！救啊！我的儿，还我儿命来！林长老，我来助你。正戏终于开始。是你也是来与虾某为敌的吗？我与这长河帮也有些仇怨，只不过在下想劝少侠一句：诛首恶便可，万不可杀戮过重。大长老和帮主都被杀了，快跑快跑！好狠辣的心肠，这些人不过是听命行事而已，一直该杀戮，不怕给自己种下心魔吗？妇人之仁，斩草不除根，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还有，阁下方才为何要抢虾某的人头？那孙长河20年前杀了我韩家满门，方才你帮我杀了仇人，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可来找我。看着虾仁渐行渐远的背影，韩无根一时有些失神。这小子的心性倒是让我想起来了那位姓虫的故人。处理完长河帮恩怨的虾仁已经坐上了一艘黑船离开了乐春县。这长河帮下属三江盟，如今我把长河帮给灭掉了，只怕消息1、2日便会流传出去，到那时三江盟绝不会坐视不理。而且据说三江盟里有几位5品武者，以我现在的武功，正面对上整个三江盟的话，只怕是不太够看。大哥，我无意中看见这小子上船付钱时兜里竟还有一张500两银票。500两？你确定没看错？看错了又何如？直接杀了往河里一丢，咱们也没什么损失，不是？哦，是，没想到你小子今天脑袋瓜这么好使，不错不错。嘿嘿嘿嘿。虾某的银子可不是这么好拿的。正如虾仁所想一样，1日后虾仁屠灭长河帮的消息就在江湖各个势力中流传开来。收到消息的三江盟正在商讨此事。没什么好说的，这萧虾仁把长河帮灭了，无疑是在打我三江盟的脸。若是此次不能把那萧虾仁杀了，日后我三江盟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盟主所言极是，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萧虾仁，到时候把他的首级挂在我三江盟的门口，让这江湖中人都看看得罪我三江盟的下场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知道如今这萧虾仁还在不在咱们临水郡，若是这小子跑路到了东江郡，还真不好动手，毕竟那边不是咱们的地界，而且现在咱们和那边的12连环务关系非常紧张。那就先派人出去，在咱们临水郡仔细寻找，若是寻得萧虾仁踪迹，立马上报总部。这萧虾仁能只身屠灭长河帮，料想最少是个6品武者，说不定还是个6品后期，不可掉以轻心。是盟主。
而另一边的白云山庄内，柳俊此时已经从家族中取来了寻踪谷，还带了家族里一位6品供奉。柳少侠，今日前来寒舍所为何事啊？三庄主，这寻踪谷价格不菲，且一旦开启仅有12个时辰的寿命，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可是这萧家人是卓师兄点名要杀的人，我真是服了。张口卓师兄，地口卓师兄，那什么卓师兄是你爹还是你娘啊？怎么就这么喜欢给别人当狗呢？再说了，你贴你师兄，老是来找我干什么？老子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周仓微微叹气，这段时间他也没少忙活，却一点好处没有捞到。而他心中虽然这么想，脸上却没有表现出分毫。毕竟柳家的势力不是他一个三庄主可以抗衡的。这段时日为了帮你柳少侠的忙，庄主已经对我很不满了，还请柳少侠理解我的难处。闻言，柳俊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三庄主这段时日的付出，我肯定会如实禀告卓师兄的。若是三庄主确实不好出手，那我便不为难三庄主了。告辞。这短命鬼急着投胎，老想着拉我一块，若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真想给你压2嘴巴。每次来找我都给我肺快气炸了。你说你爹英雄一世，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么个玩意？看来柳家日后要走下坡路了。哦，不对，看这短命鬼着急投胎的态度，也不像能撑到接他爹般的样。本是武学奇才的你，无意中卷入了一场江湖上的阴谋，随后一次次的追杀接踵而至，就连你的家族也参与其中。而你虽身怀易筋经，手握屠龙刀，奈何终究习武尚短，被人打成重伤。你的父母为了给你争取一线生机，最终双双死于自诩大伯的剑下。逃出追杀的你自此性情大变，发誓一定要让牵扯其中的人付出代价。血债唯有血偿，乐春县恩怨已了，接下来便是整个江湖了。而此时刚到达东江郡的便被3名6品武者拦住了去路。你们也是来与虾某为敌的吗？哈哈，为敌？萧家人，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若不是你这般难找，杀死你对我来说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那你们的首级虾某就收下了。放肆，竟敢和柳少侠这般说话，看我一刀取了你的果命！丁供奉，情报有误，这小子竟然也是个6品武者，万不可再掉以轻心啊！无妨，看老夫灭了他！为此借江湖，年少恋爱走得偏差，恨正值年华，轻剑快马。身为破也无声，结quả只恋生杀，舆论都稀是真话。深言道江湖年少。你不能杀我，或是凭什么只可以你们杀我，却到了生死关头不允许我杀了你？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呵呵，这世间双标之人都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自己错了，你也一样，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明白你快死了。说吧，到底是谁一次次的想要让我死？如果有价值，或许我会饶你一命。闻言，柳俊瞬间激动不已。我不要或许，我要一定，而且我还要你对着漫天神佛发誓。真是给你脸了！若是非要挑战虾某的耐心，虾某不介意剐了你。柳俊此时只感觉眼前之人像是一尊活阎王一般，高度的恐惧感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这背后的一切都是苍元剑宗的卓青云师兄安排的，我也不过是听命行事而已。知道你不过是条狗，那你可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口中那个卓青云对我这般恨之入骨？是卓师兄看上了你那未婚妻林晴渊。可我不明白的是，若单纯看上我那未婚妻的话，大可直接派人来和我萧家交涉。以苍元剑宗的实力，我萧家断然不敢推迟，又何必对我咄咄相逼，导致我如今家破人亡？好像是宗内有位窥探天机的长老给卓师兄推算了一番，他说你萧家有气运在身，尤其是身为萧家三少的你，所以卓师兄才会一直追杀你。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求你放了我，我柳家愿意。上天有向善之德，虾某能做的便是给你个痛快了。卓青云为了一个女人便来得罪我萧家人，你会付出代价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去和白云山庄的三庄主了结下恩怨。这天这么暖和，怎么身上突然凉飕飕的，而且脖子也有点痒痒的？该死的柳俊，自从和这小短命鬼接触后，日子就一点不顺心。另一边，虾人来到了一处酒馆，随着虾人祭献了自己全家，而后又只身屠灭长河帮的消息流传出来，一时间成了整个蛮州茶余饭后的谈资。听说了吗？
最近临水郡乐春县突然冒出来个叫小虾仁的傻菜。何止是傻菜，这小虾仁可谓是把江湖搅得腥风血雨啊！现在江湖中人都称呼这小虾仁为武林阎罗虾仁图。为什么叫虾仁图？还有啥？一言不合就图得满门呗。武林阎罗虾仁图，这绰号不错，我喜欢。不过这虾仁图也是个莽夫。此话怎讲？我道上的消息最是灵通，好像就在昨日，那虾仁图在咱们东江郡河畔杀了柳家的少家主，还有白云山庄的4庄主。如今三江盟、柳家和白云山庄都盯上他了，照我看，活不了几日了。是言啊，兄弟，可别因为多饮了几杯马尿，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看你那怂样，晚掉了不过是头大个疤。再说了，我可是12连环物少庄主，能打有什么用？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若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那么涂某便帮你保管下你的首级。屠龙的是虾仁图，阎罗王灭！起来吧，涂某虽然是杀，但涂某的刀不斩无辜之人。大伯后的你终于杀光了自己全家，紧接着你在自家祖宅简单庆祝一番后便匆匆离去，但你的行踪还是暴露，被仇家拦住去了。本以为你会束手就擒的3人，不料想你竟敢主动出击，殊不知此时的你早已不是世人眼中的废物，黄蜂刀法更是炼制大成，行经几招便帮3人的灵魂彻底不损失，而你更是不屑听对方一句感谢便继续赶路。此时正在茶棚歇脚的你意外遇到了一位故人，这才几日不见，没想到夏兄既已成为江湖人士口中的武林阎罗了。不过是一些民间的传谈罢了，不过这名字我倒是挺喜欢的。夏兄莫非没听出在下言外之意？无外乎莫秀于临风必摧之，夏某何所惧哉？分别之时，在下便劝夏兄莫要杀戮过重，可不曾想夏兄如此少年英雄，却不知晓这过刚而易折的道理，已杀光自己满门，又只身屠灭整个长河帮。现在就连白云山庄的4庄主和柳氏家族，以及12连环物的少主都死于你的刀下，你可知如今这临水东江2郡有多少人想要你死？蒙汉药，你想做什么？我只是一时起了胎。看来是劝不动了。若是你经历过我的痛苦，未必会有我心善。可是如今牵扯出来的各方势力，远远不是你所能抗衡的了。继续这样下去，恐怕哪日你便殒命至江湖之中。依我看，不如找个地方隐姓埋名。你是想让身负血海深仇的夏某像牲口一般苟延残喘的活着吗？自夏某父母逝世的那一刻起，这世间就没有什么事情比复仇更重要了。我既能杀得了别人，也随时做好了别人杀死我的准备。夏某这条命，即便是死，也要死在复仇的路上。而白云山庄内，得知虾仁最新消息后的3庄主顿感不妙。完了，下一个不会冲着我来吧？天宝啊，不行，咱们投诚那萧虾人算了。3庄主万万不可！您知道的，那萧虾人杀了我的亲弟弟董地宝，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这条命是您给的，即使3庄主现在拿去天宝的命，天宝也毫无怨言。但若是投诚萧虾人，请恕天宝实难从命。天宝啊，想当初收养你的时候，你也不过才4、5岁吧？3庄主大恩，天宝此生死不敢忘。别提什么恩不恩的，说起来咱们俩的身世倒是挺像的。我也是个孤儿，一步步从一介流民走到现在，靠的就是对危险异于常人的感知。这萧虾人绝对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你斗不过他的。有些事是放不下的，若3庄主执意去投诚萧虾人，还请放属下离去。我从未想着硬留你，这么多年你忠心耿耿，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到头来仇没报成，反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谢3庄主，原谅天宝日后不能再跟随您左右了。若是哪日天宝大仇得报，天宝再回到您身边报答您。等等，去管家那取1000两银票，行走江湖没有银两总归是不方便的。可惜了，又是一个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另一边的虾仁已经来到了他在东江郡的住所，此时的他正在冲击督脉，随着一股股真气入体，督脉好似没有瓶颈般被顺利冲开。易筋经不愧是洗净法髓的顶级内功，就连大境界的提升都没感觉到丝毫阻碍。如今的我已然是打通任督二脉的五品武者了，这满洲能杀死我的人都屈指可数了，看来距离复仇又近了一步。卓青云，待到那一日来临，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痛快的。
正午堂内，朱寿和2位苍羽派的弟子正恭敬地站在一位年轻女子身后。宁小姐，我实在不知那瞎问便是萧家人。萧家人和林清渊还有婚约？根据外边所传，应该是这样的：当初林家和萧家都在乐春县，林姑娘被一位原有的苍元剑宗高手看中，带回宗内，而林家才跟着一起搬到了青州。有点意思。若是有萧家人的消息，马上通知我，我倒要看看，等到萧家人成长起来，出现在苍元剑宗面前，有些人会不会后悔？是，统领大人他们已经去查萧家人的下落，而且白云山庄和12连环雾那边也联系我们了，希望我们有萧家人的消息，可以通知一下他们。不用管他们，一旦有萧家人的消息，我亲自去见见他。阁下何人？找家某何事？在下是过来给萧少侠请罪的。请罪。我是白云山庄的3庄主。原来是你。萧少侠息怒，前端10日周某也是被歹人蒙骗，此番前来，一是想和萧少侠冰释前嫌，二是想日后跟着萧少侠。跟着我？你不知如今的我已经成为武林公敌了吗？哈哈，都是些看不明白局势的卡拉米，像少侠这种人是绝不会困居于小小的蛮州的。周某虽然武艺不济，但是这脑袋还算好使，虽然知道少侠喜欢独来独往，但是江湖之大，势力之多，仅靠一己之力恐怕难以为继。你倒是挺有魄力，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你？而且请罪还需要带人来吗？带人？带什么人？天宝快跑！天宝快跑！天宝你快走，你斗不过他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为什么？弟弟，我终是没能给你报仇，怪哥没本事，哥去寻你来了。看着眼前这个和自己遭遇相似的董天宝，下人竟一时间有些失神，本无交集的他们却因江湖的恩怨生死相向，这一刻下人才感觉到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便是江湖的规矩，怪就怪你太弱了，不然今日死的便是家某了。天宝你快跑！3庄主别废话，快跑，我顶不住多久。在城内还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多半是萧家人那个疯子，快去查看是哪边传来的动静。是。狂风暴法当真名不虚传，少侠可否放我2人一条生路？虾人，此事与3庄主无关，我董天宝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给我闭嘴！3庄主，您的大恩天宝此生无以回报，但弟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不能手刃仇人，天宝便已没了活下去的念想。姓萧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董天宝不是孬种。说得好，家某敬你是条汉子，便给你个痛快。少侠且慢，这其中有误会。看来你们还是不太了解虾某，但凡与虾某为敌的人，要么他死，要么我死。3庄主别去低三下四的求他，萧家人你不是武林阎罗吗？你杀吧，老子不怕你。是个硬骨头，这性格倒是与虾某有几分相像。你自尽吧，虾某留你个全尸。哈哈哈哈哈！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3庄主你不用拦我，真正杀死你弟弟的另有其人。什么？我也是临近黄昏时才知晓此事，是柳俊。说起来，萧少侠还是帮你报仇的恩人。此事说来话长，日后我慢慢给你说。我好像并没有说过要放了他。萧少侠，能不能留我一命？求你了，我想报仇。是啊，少侠，如今误会已经解开，而且你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留下天宝一条命，日后少侠在复仇的路上也能多一些帮助。闻听此言的虾人陷入了沉思，看着与自己遭遇和性格相似的董天宝，虾人一时间也动了恻隐之心。而且如今已经成为武林公敌的他，也的确需要人手。良久过后，可以，但虾某还是信不过你们。把这个吃下，虾某今日留你一命。这是九转噬魂丸，吃下之后每半月便要服用一次解药，不然便会毒发身亡。且这解药整个江湖只有虾某一个人有。少侠，你如今行踪飘忽不定，只怕不能按时发放解药。天宝这孩子我了解，这毒药不用求情，你也得吃啊！从现在起，你们的命便属于虾某了，别自己傻乎乎的跑去送死。那柳家也在我要灭的名单之中，安心替虾某做事，你的仇会报的。又来不速之客了吗？你们先回我房间躲一下吧。
原来是朱老哥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虾兄弟，没想到你便是那搅动江湖风云的萧虾人。闻听朱寿此言，虾人顿时生出警惕，毕竟想让他萧虾人死的人太多了。朱老哥深夜到访，所谓何事？是我找你有事。最近江湖传言，落霞山一带有一位四品剑道宗师留下的一本剑道传承，如今蛮州各方势力都在我那边汇合，今日前来只想让你助我一臂之力。贾某和你很熟吗？知道你是用刀的，正好我这边有一本四品宗师留下的残本刀法，但因为最后2式能控人心神，乃是彻彻底底的魔道法门，所以被一位高人毁掉。喂，能不能听别人把话说完？这最后2式，就算你日后得到了，也切记不可修炼。东西虾某收下了，至于怎么修炼，就不劳你费心了。可恶，你想吃了土？虾某行事向来如此，若是你不爽，也要教训虾某，大可进院一战。哼，狂妄至极！慢着，宁小姐，你长点脑子行不行？你以为人家武林阎罗的名号是捡来的吗？算了，回去吧。朱寿，你既已经知道我是萧虾人，还带人过来寻我，可见你心中也并没有把虾某当作什么朋友。今日之后，你我往日情分已了，若还有下次，你便会知晓虾某这阎罗的绰号是怎么来的了。他光自己全家的人偶然得到了一本魔道刀法，炼制大成后可夺人神魄化为自身内力，深知一旦修习便会被天下正道所不容的你毫不犹豫地翻开功法，仅仅瞥了书中一角，便仿若身处幽冥，即便是杀人不眨眼睛，也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少侠，这刀法竟和阿鼻三刀一样，可以控人心神，若非心智坚定之人，怕是会沦为这刀法的奴隶。依在下看，少侠还是不要修习这万魂刀法为好。为何？江湖传言这万魂刀法乃是彻彻底底的魔道刀法，若是消息走漏，必然会被天下正派所不容。到那时，少侠便真正成了这武林公敌了。那你觉得现在这蛮州想让我死的人还少吗？如今多少人想将我杀之而后快，我连自己能活到哪天都尚且不知。若是哪日虾某死了，是正是邪，又与虾某何干？另一边的柳氏家族内，家主柳福生正抱着被虾人杀死的儿子失声痛哭。通知下去，族内凡7品以上武者全部去追杀萧虾人，然后再发布江湖通缉令。是家主，我这就去办。等下，云宗啊，你是俊儿的堂兄，为俊儿报仇的事，你可要多上点心呢。事成之后，我便把这家主之位传给你。家主放心，我与少庄主情同亲生兄弟。哈哈哈哈，萧虾人，我真是该谢谢你啊！若不是你杀了柳俊那个蠢猪，这家主之位这辈子都与我无缘了。不要得意忘形，往往最得意的时候便是最危险的时候。云宗，你这心性还得历练。爹，我知道了。不过既然他开出这个承诺了，咱们得把握好这次机会。根据情报上说，那萧虾人一直活跃在落霞山和东江郡一带，你不妨先去落霞山一趟，顺便看看有没有机缘寻到那宗师的剑道传承，切记不可大意。放心吧，爹，那萧虾人再是天才，今年也不过17岁，要想最多也就是个6品武者。这次我多带些人手，保证万无一失。少侠，下一步咱们做些什么？白云山庄你们是回不去了，离开东江郡，躲得远远的，拿着你带来的那些钱财，你2人分开去，招收点人手。少侠，你这是要准备开宗立派了吗？一人难当百人用，总归是需要些跑腿的。如此甚好，不知少侠可想好名字？魔刀宗。魔刀宗这名字听着就邪性，不过倒是挺符合少侠的风格。胖子，我想是时候该摆正你自己的身份了。感受到虾人杀意的周仓瞬间汗毛直立，身体忍不住的颤抖。他明白下句话若是回答不好，眼前的这个杀神便会毫不犹豫的送他一程。属下知错，请宗主责罚。很好，希望你能一直有现在这么聪明。董天宝，属下在。不要让我察觉到你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不然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属下不敢。离开东江郡的虾人此时正朝着落霞山走去。一蓑烟雨任平生。好雅兴，不过这么惬意的诗句，怎么从虾兄嘴里说出来便充满杀意呢？虾兄，咱们又见面了。才多久过去，这家伙的武功又精进不少，但为何感觉到他体内好似有股入魔的内力？我挺好奇，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找到我？这不是还欠了虾兄一个人情没还吗？所以我得时刻关注着你一点，免得你哪天被仇家杀，当然韩某落得个有恩不报的名声。虾某屠灭长河帮纯粹是私人恩怨，没有你我一样会灭了他们，你也不用觉得欠我什么。
而且以你的武功，貌似还保护不了夏某。放着人情都不要，这臭脾气还真是和我那位重庆故人越来越像了。夏兄，莫不是你的麻烦又来了？管他呢，正好夏某的屠龙刀已经好几日没见过血了，敢来招惹夏某，宰了便是。公子，前面那个背着黄色大刀的应该就是萧虾人了。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萧虾人啊，萧虾人，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跟我冲，杀死萧虾人，闪银2两。诸位若是没什么事，还是快些走吧。我这位朋友的脾气不太好。哈，我找的就是他，跟他在一块，算你倒霉，今日你也跑不了。好言难劝短命的鬼。萧虾人，我的贵人，现在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用吧。你放心，看在你帮了我这么大忙的份上，我会给你个痛快的。等你死后，我还会安排人给你多少点纸钱。小虾人，束手就擒吧。来年的吉日便是。便是你的忌日。这刀法竟能吸人神魄，夏兄这武林阎罗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你的刀又快了，杀念也更重了。莫非又看不惯夏某杀人？夏兄这是要去哪？落霞山。如今蛮州各方势力为了争夺宗师的剑道传承，都在往落霞山聚集。你如今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或许这次我才是那张网。之前都是被各方势力牵着鼻子走，这次我也要让他们尝尝被追杀的感觉。这趟落霞山之行，我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告诉这蛮州的武林中人，从今日起攻守一行了。我要让那些曾和我萧虾人有过恩怨的势力，慢慢的活在等待死亡的恐惧之中。恭喜家主，贺喜家主，你的大侄子死了。是死在萧虾人手上吗？正是，不过那萧虾人的刀法十分诡异，我从未听说过。这刀法竟然能吸取别人的神魄，化为自身内力。若是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20年前纵横江湖的血刀老祖留下来的万魂刀法。万魂刀法，这刀法不是已经随着血刀老祖被正派围杀后便消失匿迹了吗？如今重出江湖，只怕又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暂时先不用考虑那么多，去将萧虾人在落霞山和他所练万魂刀法的消息散播出去。家主这一招借刀杀人真是高明啊！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现在看来，那萧虾人的武功已经远在我之上，玩的愁看样子，我是没办法亲手报了。去办差吧。是，家主。对了，先去告诉我大哥一声，他儿子死了，让我大哥也高兴高兴。另一边，虾人已经来到了落霞山边缘，而此时入口处站着几名苍元剑宗弟子。此地已经被我苍元剑宗封锁，闲杂人等不得擅入。你聋了吗？再往前走一步，要了你的狗！发现利益便想着据为己有，这就是所谓的正派作风嘛。而随着虾人的行踪被泄露，蛮州那些曾与虾人有过恩怨的江湖势力纷纷聚在一堂。诸位，咱们之间或许有些不愉快，但如今萧虾人那个魔头已成气候，一日不除，江湖便永无宁日。为了这武林安危，我等此时还需冰释前嫌，共同对付萧虾人才是。铲除异己就说铲除异己，装什么正人君子？莫不是在世人面前演戏演多了，自己是什么货色分不清吗？朽木不可雕，若是想要咱们的势力一直长存下去，就必须有正派这个名声撑着。那些见不得光的肮脏事，私下做就行了，万不能放在桌面上说。虚伪！大庄主，你就别拌嘴了，咱们还是商量下正事吧。那萧虾人杀了我儿子，这个仇我一定要报。那诸位便传令吧，让自家门派中凡6品以上武者全部去落霞山围杀萧虾人，这一次绝不能再让他跑掉了。2个时辰后，柳云宗的尸体被赶来落霞山寻找剑道传承的宁婉清一行人发现。明小姐，这行人都是被一刀毙命，而且被吸干了全身内力，看身上的刀口非常像屠龙刀所制，我感觉很有可能是萧虾人所为。又是萧虾人，不过之前没听说过他还会这种吸人内力的武功啊。此人自出名之日起便肆意在江湖中杀戮，死在他刀下的亡魂不计其数，如今更是修习此等魔功。若下次再被我遇见，我定要为江湖除害。为江湖除害，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看你已有取死之道，你可知道躺在你脚下的这位是谁？他便是柳家的柳云宗，东疆郡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曾凡不可思议地看着地上这具尸首，他虽是苍羽派真传弟子，但是天赋却还不及柳云宗。再说了，他杀再多人，跟你有什么关系？收起你那点小心思吧，你不过是想踩着萧虾人的名头扬名江湖罢了。已经来到了落霞山深处的虾人并没有着急现身，而是栖身在一处山洞之中。此时的他像极了猎人一般，静静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料想那些想让我死的各方势力还得1、2日才会陆续赶来，如今正好为大战前做些准备。说罢，虾人便将金钟罩铁布衫和13太保运转到极致，3种武功大成的他想将其融合一身，